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跟我老公沈瑜自由恋爱2年后，相互见了家长，准备领证结婚。结果他回老家拿户口本，他妈直接把他堵在了家门外，不让我们进屋。他妈妈说：“我必须怀孕才会同意我们结婚。”我和沈瑜遇到这种事都懵逼到不行。明明前天才在电话里说好，今天过来拿户口本，怎么就变了卦？一问才知道，他爸妈昨听说村书记的儿子也在深圳工作，3年前就娶了媳妇，两人不给家里传宗接代，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不生小孩，只顾自己玩乐，一点儿也不负责任。但是我和沈瑜是打算领完证再怀的。目前他在戒烟戒酒，我每天也在健身，就是为了备孕。他妈突然闹这么一出，整个把我们节奏打乱。沈瑜怕我当场发火，捏着我的手安抚，并跟他妈妈承诺，我们领完证办完酒，很快就有计划。结果他妈妈不顾看热闹的邻居，说现在多少女的因为频繁打胎怀不上孩子，还说屋后头的某家儿子娶了个不孕不育的，正闹离婚。他劝沈瑜听他的，绝不会吃亏，免得以后怀不上，家里鸡犬不宁。我当时都气笑了，您真当我是透明人呢？这么把我当生育机器编排。我正要发火，沈瑜却跪在了他妈面前：“妈，我跟黎云领完证会生孩子，求你把户口本给我们吧。”我看着沈瑜挺直的背脊，心里的火气变成了酸楚。这个傻子，明知道可以去当地派出所开户口证明代替，他还是执着于家长的同意，不想闹翻。他想用示弱的方式让他妈心软，可低估了他妈的恶心程度。沈瑜他妈妈还是那句话，既然都是要怀孩子，领证前怀也一样。我忍不住了：“阿姨，老规矩都要先过礼下聘结婚再洞房，我要是未婚先孕，别人该怎么看我？”沈瑜他妈讥诮我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那些陈腐的规矩？你要真怀了，就是沈家的功臣，没人敢看不起你。沈瑜表哥的媳妇还是大着肚子过门的呢，在我们村肚子里没货，办酒那天都没面子。”我猛然噎住，都说老一辈最讲规矩，合着我还是那个迂腐古板不够开放的人。这时，隔壁看热闹的村民忽然插嘴说了一句：“婶子，你说的那几个双喜临门的，都是先领了证过了彩礼的。你家于哥都说有计划要怀了，你就松松口，别为难小两口了。”沈瑜妈恼火地瞪了那人一眼：“你少管闲事，没看到抖音里说深圳工作压力大，年轻人不生娃吗？”我都无语了。要说沈瑜他妈没文化吧，又知道大城市的夫妻不愿意生娃，但是说他懂什么吧，又这么固执己见，非要确定我能生育，能给他们大沈家传宗接代。沈瑜继续哀求：“妈，你就相信我们一次吧，我们一直在备孕，领证了一定生孩子。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，没那么多不孕不育。”沈瑜他妈死活不松口。我觉得沈瑜今天就是把脑袋割下来，估计他妈都不会低头。我瞥向沈瑜，我看我们俩没缘分，你还是在老家娶姑娘，让他们先给你生娃领证吧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我开过来的奔驰。沈瑜赶紧起身拉住了我：“云儿，你先别走，还有商量的余地。你妈都不顾你的脸面，直接把你堵门外了，你还觉得有余地？还是说你这个余地是劝我先怀孕？我告诉你，沈瑜，让我奉子成婚没门！你要是打这种主意，我看我们三观不合，就没必要凑合了。”我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启动引擎，并按下车窗：“给你5秒思考，跟我走还是留下？”沈瑜看我态度坚决，选择了副驾驶。
而我看见他妈从屋子里追出来，使劲地敲车窗：“你个白眼狼啊！要媳妇不要娘啊！畜生不如的东西啊！白养你这么大，我才不管呢！”直接开车喷了他一脸的尾气。我将车开到镇上，买完水回来，他还是那个姿势，躺在椅子里，闭着眼，一言不发。我知道他为难，但我不能因为他为难就放弃我的底线。这本就是他妈无理取闹，他作为中间人，更应该脑子清醒。我把水递给他，像个局外人一样，劝道：“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，依你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到愿意为你奉子成婚的女人。”沈瑜睁开眼，瞪我他妈又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才结婚。我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这男人还有救，没被他妈那几句白眼狼给绑架。如果他糊涂反过来劝我妥协，那么他就不是我看上的那个人。他知道我不会无证怀载，也知道这是我的尊严。不过我奇怪的是，这么一个恶心的妈，居然养出他这么优秀的儿。我没忍住问了，他脸色有些疲惫：“教育改变命运，穷山恶水也能出凤凰好吗？”呵，还能自嘲呢？不知道现在凤凰男是贬义词啊。沈瑜抬手给我来了一记摸头杀，赶紧开车去派出所。再等都下班了，在派出所，他出示身份证办了张户口证明，我俩顺利去民政局领了证。他挺高兴的，还主动跟我合影拍了张照片，准备晒朋友圈。但是他把他家人亲戚全都屏蔽了，我顿时索然无味。隐婚，他委屈看向我，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。我不想把关系闹僵，惹他们生气，毕竟是爹妈。也是，谁没爹妈呢？该善解人意的时候，我还是挺来事儿的。我朝他笑笑：“行，那先瞒着，等怀上了，我们再来老家办次酒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满足他们一回。”沈瑜总算没那么痛苦了，他抱着我亲了又亲，谢了好几声的老婆。但是呢，我没想到自己的善意。沈瑜的孝心一次又一次被他爸妈践踏，他们干出来的事儿真是恶心到令人发指。大概2个月后，我成功怀孕。沈瑜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妈妈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婆婆迷之自信，在电话里夸耀：“你给家里挣大脸了，他家再有钱我也不稀罕，还得肚子争气才行。”沈瑜原本不乐意听，可是婆婆嗓门大，我在2米外都听到了。我上前夺过沈瑜的手机，沈瑜急得以为我会开骂，我才没那么傻。她毕竟是长辈，是她妈妈，在他们没有彻底翻脸之前，我会控制好情绪。我阻住沈瑜，打开免提，茶里茶气问婆婆：“阿姨，我按你说的做了，我和沈瑜什么时候能结婚办酒啊？”她半点儿也没提让我们扯证的事，只说要和他爸先看黄道吉日，再谈其他。我又搬出我爸妈，说他们怕时间拖久了，我肚子大了不方便，得赶紧把彩礼准备好，到深圳来和我们这头的亲戚一起吃个饭。婆婆说：“我们还在攒钱呢，你家是做珠宝生意的，肯定也看不上我们小门小户这点东西。”呵，潜台词不就是我们家有钱，活该当大冤种呗。我继续好言商量，没钱至少也得准备一下，钱也不多，10.01万，你们跟亲戚借一借，拿到我家来，等日子定了，我私下再还给沈瑜。婆婆反问：“有必要这么搞形式主义吗？”我回她：“我已经听你的，怀上了再办酒，你们要脸面，怎么也得给我爸妈一点脸面吧。”婆婆依然坚持没钱，还阴阳怪气说结婚办酒这事他们也不着急。我料到她会仗着我大肚子苛待我，只可惜沈瑜已经跟我领了证，他们根本威胁不到我。我故意说这些，就是要让沈瑜看着，
听着，好叫他早些扔掉幻想，脱离这样的原生家庭。沈瑜心里自然不好受，他把手机拿过去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彩礼和3金我自己安排，你们也不用跑深圳了，赶紧挑个日子，我们好提前请假回去办酒。”随后，他挂断电话，安慰我说：“他们待在村子里眼界有限，整天跟别人算计比较，生怕自己吃亏，让我犯不上跟他们置气。”然而刚过2分钟，沈瑜的爸爸又打电话了，问他哪来的钱出彩礼。沈瑜让他爸别管，结果他妈抢过话，在旁边质问：“你不是说没存什么钱吗？或上次让你全款给你弟弟买车，你说手头紧，现在娶媳妇又有钱了，不提这茬，一切还好。提了这个，沈瑜的耐心也被逼得崩溃了。我给10万，还少，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他赚钱就留着，我赚钱得养一大家子，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偏心？”他妈也在电话里吼：“他是弟弟，你这个做哥哥的当然要帮扶帮扶。年底他买房，首付你必须给他留着，不许拿去当彩礼。”沈瑜忍无可忍，眼睛都气红了。沈瑜说：“弟弟的首付1分钱都不会出。”他妈在电话里又哭又闹，断定是我在挑拨离间，说我家条件那么好，还惦记他们家那点资产，真是不要脸。沈瑜放弃再争论，挂断电话，拉黑了爸妈。我拉着他的袖子叹气：“你别怪我提彩礼，我提那10万，就是想把买车的钱要回来。至于说定亲那天你给多少，随便意思意思，我爸妈不看重这些。”沈瑜反握住我的手：“不看重，不代表我就能怠慢你。云儿，你放心，我都会准备好的。定亲前1天，我爸妈问我礼数都齐全了没有，我得意地说，沈瑜要送18.888万的彩礼，还怕我嫌弃戴3金太俗气，额外给准备了一套卡地亚的首饰。没想到我爸妈骂了我一顿，说沈瑜拿这么多钱出来肯定有压力，彩礼让他准备1.888万，卡地亚的首饰全部都去退掉。沈瑜听后，眼睛里隐隐有些湿润，或许是心里有了对比吧。他承诺会照顾好我和宝宝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，一定谨记一个男人的责任。一切似乎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我们都没料到，定亲这天，沈瑜的父母会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沈瑜的妈妈看我带着3金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红袋子，2只眼睛几乎要瞪出来。她骂沈瑜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兔崽子！定亲这么大的事，说不喊我们就不喊我们，你眼里还有爹妈吗？”沈瑜不想让亲戚看笑话，拉着他们说：“有什么事等会儿再商量。”沈瑜他爸把手一甩：“现在想起要商量了？你拉黑我和你妈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商量？定亲都瞒着我们，我看你是嫌我们农村来的，没钱没地位，怕我们拦了你入赘的路。”沈瑜气结：“我没那么想。”他妈立马哭诉起来：“你爸起早贪黑给你攒彩礼，没想到你拿了钱就拉黑了我们，真是造孽呀！儿子嫌贫爱富，掏空了家底，反过头来连亲爹亲妈都不认呀！”我和沈瑜震惊，没想到他妈妈为了彩礼，居然颠倒黑白编出这样的话。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广东这边的彩礼才1.888万，如果连这点钱都拿不出，那这家底也太薄了点吧。我晃了晃手里的红袋子：“阿姨，这真是沈瑜压榨你们的血汗钱吗？”沈瑜他妈猛点头。我说：“那还给你们吧，你们在村里干活攒钱也不容易。”他妈妈二话不说抢过去，然后一脸得意打开，在看到里面只有2沓钱时，脸色瞬间变成了难看的猪肝色。“为什么只有2万？”我淡淡纠正：“阿姨，是1.888万哦。”沈瑜妈听我这么一说，
愕然了半晌，他喃：“不是10万吗？怎么变18800了？”说着就去拉扯沈瑜：“儿子，钱呢？钱呢？”沈瑜皱着眉，神色很是为难。沈瑜妈见他不搭腔，丝毫不顾及我爸妈和亲戚都在，气得就往他胳膊上拧，又是打又是骂：“好啊，兔崽子！这还没娶媳妇呢，就防着爹妈向着外人藏私房钱。要真让你们领证了，你就不管我们死活了是吧？我和你爸供你上大学花了那么多钱，现在让你帮扶着点你弟，你还拉黑我们，真是畜生不如啊！”沈瑜就这么受着，明明五官都疼得扭曲了，但还在忍。我真是佩服他，被自己爹妈这么践踏尊严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撸起袖子上前，要把沈瑜他妈给拉开。我妈知道我怀了孕，二话不说冲在了我前头。谁料到沈瑜妈骚操作那么多，干脆撒泼往地上一坐，哭得不成人样。也就沈瑜他爸那老实人相信他是受了委屈，说我们全家都瞧不上他们农村来的，合着伙欺负他们，还指责沈瑜变了，变得跟城里人一样，又精明又冷血。沈瑜拳头捏得青筋直冒，咆哮道：“首富我答应了，别再闹了行吗？”沈瑜他妈这句话倒是听懂了，立马就收了声。我忍不住一阵干呕。我妈以为我犯孕吐，我明明是被沈瑜他妈给整晕了。我知道沈瑜不想再当伏地魔了，可谁让我公公婆婆这么不要脸，从乡下跑到我家来闹呢？沈瑜的弟弟初中毕业，在老家县城瞎混。我听沈瑜说，前2年他让他弟到深圳这边厂里上班，他弟抱怨太累，他妈就埋怨他没安排轻松点的工作。沈瑜安排他弟从实习生做起，他弟又嫌工资太低。后来沈瑜只好把他弟送回去，给他3万开店创业。谁能想到这一给就给出了毛病，门面也租了，货也有了，但常常睡懒觉，店面时常不开门，生意不好，很快就做不下去。他弟又磨他妈，想买辆车，好去县城里跑滴滴。他妈当然是找沈瑜要钱，沈瑜受不了家人软磨硬泡，就给了10万。10万足够买一辆代步车，偏偏他弟看中了一辆15万的，沈瑜不想给，反倒在他爹妈眼里成了白眼狼。钱一阵，8成是他弟又说要买房子。他爸妈当然不会放弃在大儿子身上吸血。对比起来，沈瑜是真的很上进，做事也很有能力。他工作6年来也存了近100万，但是在深圳100万哪里够？沈瑜脱离穷乡僻壤，拼命想在深圳立足生根，但沈瑜爸妈就觉得深圳只是一个打工的地方，农村的家才是真的家。赚了钱当然要补贴老家，弟弟永远是自家人，当然要帮扶。直到我的出现，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吧。我家境殷实，深圳有房，沈瑜如果跟我结婚，肯定不会再回老家。深圳生活压力这么大，沈瑜补贴家里的钱肯定会减少，所以他们想拿捏我，就使出不给户口本先怀孕的昏招。发现我怀孕了，又开始钻研省彩礼拖婚礼。沈瑜拉黑他们，干脆狗急跳墙来闹事。他们在倒逼沈瑜拿钱，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家拿钱。沈瑜要没钱了，我肯定会伸出援手。只能说算盘打得门清，很精明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从我和沈瑜被他妈堵在门外起，我就看明白了一切。沈瑜答应要给他弟出首付，我把他扯进我房里，故意闹起了脾气。我们已经领证了，现在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说要出那笔钱，你把我放眼里了吗？你尊重我的想法了吗？沈瑜很愧疚，给我揉肩说对不起，我根本不吃他这套，继续炮轰他。
你们家说先怀孕，一领证我就马不停蹄怀上了。你们家想在老家办酒，我不嫌折腾，也同意了。你说要隐婚成全，你善意的谎言，我到现在还没官宣。我爸妈还以为我们俩是奉子成婚，彩礼都没敢多要。沈瑜，我处处都在退让，我爸妈也在退让。你不能看我们为你做了这些，就得寸进尺，无脑答应你爸妈的要求啊！你什么时候能明白？你跟我还有孩子才是一家人，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，用钱的地方还会有很多。你不会真的指望我向我爸妈伸手，帮我们养家养孩子吧？沈瑜一怔，急忙摇头，当然不会。我冷嗤试探，如果你真打这样的主意，我劝你早些摊牌。我爸妈本就想招你当上门女婿呢。沈瑜苦笑，你看我像吃软饭的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出了首付，后续你弟要是房贷还不起，让补全款，你补不补呢？你先别说不，我就假设你爸妈还像今天这样去公司闹事，骂你、打你，让你半点面子都没有，你是不是还会妥协？沈瑜脸上呈现出深渊一般的绝望。我叹了口气，相信我，他们问你要首付，绝对不是最后一次管你要钱，他们会一点点先榨干你，等没钱可榨了，再逼着你向我开口。谁让他们觉得我是你的底牌？到那一天，我们将不再平等。你卑躬屈膝、唯唯诺诺，你还会想继续这段婚姻吗？就像刚才你心里的歉疚一样，膈应一辈子，你宁愿这样吗？沈瑜陷入了长久的沉思，我却明白，这些道理还不足以点醒他。我必须继续下猛药，让他彻底切割和原生家庭的关系。我趁着沈瑜对我有所亏欠，成功把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跟沈瑜说，为防以后他又心软给家人压榨，大额支出必须经过我同意，银行卡修改成我的手机卡号，超过2万限额就得发验证码通过才能转账给别人。但是为了让他明白我是就事论事，他的股市和基金账户照样可以正常操作，我不会多加干涉。如果他爹妈再伸手要钱，他大可以推我出去当恶人，就说钱在我手里，他做不了主。沈瑜觉得这是个办法，也就很配合的把他银行卡的手机号改成了我的。做好这些之后，我们才走出去应付他爸妈。此时，我爸妈去送亲戚朋友了，我给他们发信息，让他们晚些回。我和沈瑜想先跟他爸妈聊清楚，我妈说干脆不结了，孩子我们自己养，这种家庭配不上我。我爸也在幸福一家人3人群里说，要不是因为亲戚们都在，他早让他们滚了。我安抚了几句，苦笑看向沈瑜，他其实也是受害者。我鼓励他好好解决自己家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想等孩子出生了，还要面对这种鸡飞狗跳的事情。沈瑜准备了一份协议给他爸妈签，出首付以后再也不能问他要钱。他爸妈又把他骂了一顿，我就知道对付无赖，协议就是一张废纸，文明对他们没有用。于是我说，如果他们不同意，我们就不回去办酒。他爸妈神色立马就变了，瞪着眼睛看我，像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我笑了笑，不回去办酒，就收不到礼金。他爸妈把钱看这么重，从他们口袋掏钱，肯定像剜他们的肉。果不其然，他爸暴跳如雷。我们家5年多没办大事了，这婚礼必须回老家办。叔叔，我们答应了弟弟的首付，回去办酒的结婚礼金也都给你们。说实话，已经够大方了。我们以后要过日子，孩子出生要用钱，你们总不能老让沈瑜养你们一家人吧？沈瑜他妈叫嚣起来，什么你们一家人，我们一家人？你们还没领证，沈瑜还没分家，当然有义务养家。
我诧异，原来不让我们领证，还有这么一个缘由在。这根本不是同意不同意结婚的问题，而是想用没结婚不分家的名义拴着沈瑜吸血。我气得推了推沈瑜，你妈说没分家，你看怎么办？沈瑜脸色铁青，那就加上分家条款，除了奶奶的土砖房，家里的地和房子我都给弟弟，以后就各过各的。他爸妈又开始骂他是畜生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沈瑜忍无可忍，喝道：“娶媳妇忘娘的是你们吧？你们当初对奶奶给过一分一毫吗？我跟着奶奶长大，你们除了付学费，我的生活费全是奶奶掏的。她快病死的时候，你们还问她有没有藏老本，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？”沈瑜爸妈瞬间哑声。我知道沈瑜跟他奶奶亲，但没想到他爸妈居然连生活费都不给，那还用什么养育之情威胁沈瑜？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关键沈瑜还忍这么久，他这么斯文，哪里干得过流氓地痞呀？我恨不得现在就让他和他爸妈断绝关系，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由我提出来，双方火力源头就变成了我。这必须得让沈瑜自己心里加深这个念头，我暗地里帮忙下点猛药，也就是必要的了。最后，沈瑜说再逼他，他干脆死了算了。沈瑜爸妈怕人财两空，才不情不愿签下了协议。等到回老家办酒那天，我们当工具人走过场。沈瑜爸妈在一众邻里街坊面前风光无限，夸他妈妈有福气，大儿子娶富二代女儿，还是肚子有货过门的。他妈妈又开始炫耀自己2个儿子有依靠，就盼着我肚子也能为他们沈家生个大胖小子。那重男轻女的味儿真的太下头了。一起去各桌敬酒的时候，他家亲戚朋友祝早生贵子，我摸着肚子故意说，我还挺喜欢闺女的，我朋友是医生，说我这胎很可能是女儿呢。我婆婆听了，敬酒都不带笑了。等大伙儿在吃席的时候，他们夫妻俩就迫不及待拉着沈瑜问我肚子里是不是女孩。他回怼他父母，不管男女，都是他的孩子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兴传宗接代那一套。他爸威胁说，必须生男孩才会给户口本，以后100年才有人祭祖上香。我就等着他们作妖，这不就来了。我冲过去说，我这胎就是女儿啊，你们不会想让我现在去打胎吧？他妈妈说，那可以生2胎，2胎是个男孩也可以。我讥诮，万一2胎也是女孩呢？国家鼓励3胎呀，如果3胎都是女儿，那肯定就是你肚子不争气了。我瞟向沈瑜，孩子性别是男方基因决定的，你妈说我不争气，呵呵。沈瑜赶紧让他妈妈别瞎说了，女儿也好，儿子也罢，孩子就生1个。沈瑜妈就威胁，那干脆别领证，让孩子成黑户吧。沈瑜问什么意思，我咬牙切齿解释，没有结婚证，孩子就办不了准生证，没准生证就没有出生证明，户口也难办。你爸妈恐怕早就想这么威胁我了吧？沈瑜他妈端着下巴很得意的样子，我觉得时候到了，抬手就把桌上的瓜果碗碟全都掀翻在地。屋里动静顿时吸引不少人围在了门口。我看着大家围过来，瞪着沈瑜大声怒道，你爸妈问你要几10万，我同意了，他们要赚礼金，折腾我回老家办婚礼我也忍了，临到头还嫌弃我怀女孩，拿户口本威胁我特么真是受够了。很快我爸妈听到我的叫嚷，忙从人群里挤了过来。我妈问我怎么回事，婆婆说没事没事，想堵我嘴，我偏要讲的委屈又大声，谁还不知道在旁人面前揭短撒泼，何况我有凭有据，每一件事是添油加醋的。沈瑜苦着脸低声劝我，已经结婚了，他们威胁了也没用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
如果当初我们没领证呢？你就眼看着你爸妈把我当生育机器是不是？”沈瑜沉默了。他一个高等知识分子，又怎么会不知道他爸妈的德行？他老是让我别计较，别听，别在意，但是我恶心，我憋屈啊！被狗咬了还疼呢。我哭得越发伤心，做事还捂着肚子，假装难受不舒服。沈瑜害怕我动了胎气，我爸抬脚就把他踹开了来。我饿了一瞬，老爸，咱都说好了的，你倒是下脚轻点儿。我爸却入戏极深，撸起袖子开始大骂沈瑜爸妈不要脸，还想吃绝户，还骂他们不识好歹。做天做地，儿子儿媳要被他们做没了，那架势跟他在董事会上骂人一模一样。可骂着骂着，他垂眸看向沈瑜，眼角却含了一层热泪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做父亲的就想她嫁一个人品好、有上进心、有责任心的男人。农村出身，家境不好，我都不介意。我自己也是农村混出去的，从没有说看不起你。但是沈瑜啊，你爸妈这么糟践他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一个劲只让他忍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不放心把他交给你，这是我爸爸的肺腑之言。我听了之后，真觉得又愧又悔。他们纵容我闹婚礼，愿意配合我演戏，而我害得他们看我受委屈，在人前抹眼泪。我真不该这么任性。沈瑜和他爸妈的事，就应该他自己解决。公公婆婆对我的恶意，也应该是他来袒护我。一瞬间，我停了眼泪，变得无比镇定。我冷冷看着他：“你爸妈公开讨论我的肚子，是把我当母猪还是母狗呢？”沈瑜，你就这么看着听着，劝我忍着别计较。我看我们赶紧去离婚吧，等女儿出生就跟我姓，我来养。至于你，听你爸妈的话，找个老家的姑娘拼命给你生儿子，多好。沈瑜眼睛可见的闪过一丝慌乱。我不等他开口，起身要离开。爸妈，我们走吧，这婚没意思，不结了。沈瑜要来拉我，他妈却抓着他尖声质问：“你们要离婚？你们领证了吗？你个畜生，你偷偷背着我们去领证！”沈瑜终于失了耐心，推开他妈妈：“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我好好的婚事被你们搞成这样，你们满意了吗？”沈瑜妈妈做事跌在地上，又开始哎呦控诉儿子不孝。沈瑜的弟弟沈武见势冲过来推搡我，嘴里边咒骂我扫把星进门。我爸妈反应没那么快，而我重心不稳要跌倒，身后一双手稳稳扶住了我的腰，然后就感受到一阵风朝沈武狠狠砸去。沈瑜直接将他弟弟干趴在地，一拳又一拳。沈瑜爸妈怎么拉架，沈瑜怎么都不肯停手。原本温顺的麋鹿，却像极了暴怒的野兽，那是积攒了多年的嫉妒和愤怒啊！凭什么流着一样的血，他却要承受父母无尽的贪婪和恶意？他靠自己拼搏的人生和婚姻，也被搅得一团糟。任谁憋屈了这么久，都会崩溃发疯吧。最后，沈家几位亲戚合力才把沈瑜和沈武拉扯开，两兄弟都鼻青脸肿挂了彩。沈瑜妈哄着小儿子，沈武还恶毒的指桑骂槐，说中了扫把星的邪。沈瑜眼神却分外恐怖：“你再说一句，我能打死你！”沈瑜爸妈都吓到了，估计他也没想到一向温和谦恭的儿子会露出这么凶狠的一面。一直喜欢耍赖的婆婆甚至来劝沈瑜别跟弟弟计较。沈瑜冷哼了声：“我就是什么都不计较，才让你们得寸进尺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房子的首付我会付，但是钱必须由我打到开发商的公账，产权写我和云儿的名字。”沈武顿时炸了：“写你们的名字，那还能是我的房子？你有居住权，我会跟你签一张协议。”沈武咬牙：“你意思
让我一辈子租你们的房子。沈瑜没答话，他爸妈就急了，缠着沈瑜要他说清楚。沈瑜一记冷厉目光杀了回去。沈瑜说：“这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，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出。”婆婆又是哭天喊地的老招数，但这一回沈瑜已经无动于衷。她收回凶狠的目光，转而看向我，目光随即恢复沉静温和。我们一起走回深圳去，我们自己好好过日子。我爸有些疑议，张嘴要拒绝，我妈扯了他几下，说让我自己决定。我看他好像真的下定了决心，也就点了点头。我们回深圳后，沈瑜便换了手机号，他又把好几年前在郊区买的一套小户型变卖掉，凑了首付，置换了一套不错的二手房，作为我们一家三口的落脚地。我爸看他把婚前资产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，心头的怨气才缓和了不少。我们过了一段清静日子，接近中后期孕检，医生叮嘱沈瑜千万不要让我做重活，怀双胎比单胎风险更大，也更辛苦。沈瑜惊了：“双胎？没搞错吧？”医生白了他一眼：“你是有多不关心自己老婆？前期 NT 照片不是有吗？”沈瑜又惊又疑，让我把资料都给他看看。我有些慌张，到底要不要告诉他肚子里是龙凤胎？毕竟在婚礼上，我说自己怀的闺女，在他看 NT 照上的婴儿雏形时，我越发心虚。结果沈瑜喜上眉梢，大声笑起来：“我们有2位小公主了，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”我如嗫，想说真相，但他激动的样子感染了我，想了想，就装作不知道吧。毕竟妊娠期看性别，原本就是国家不允许的。再说了，我朋友私底下也偷偷告诉过我，彩超没有100%准确，万一真是2个小公主呢？沈瑜这么喜欢女儿，我还怕真生了龙凤胎，他偏心女儿呢。于是我自欺欺人，跟沈瑜去买待产包。孩子的衣物，沈瑜全部选的双份全粉。我生孩子那天，助产士告诉沈瑜我生了一儿一女，沈瑜脸色又惊了，他又问助产士是不是搞错了。助产士表情异常严肃：“先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们订的 VIP， 孩子都还没抱出去呢。”沈瑜确认了一下，看向了我，我又累又困，只能耷拉着眼皮，哑着嗓子，用唇语说对不起。对不起撒了谎，也对不起利用他妈重男轻女的弱点，挑起了矛盾。沈瑜却蹲下来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老婆辛苦了。”眼睛里隐隐泛泪，也不知道是安抚我生孩子辛苦呢，还是辛苦我耍了108个心眼子，让他与原生家庭有了分割的决心。后来在办理出生证明时，需要跟俩孩子取名字，我俩先前商量的都是2女孩儿名，一个叫新月，一个叫心怡。这下好了，得临时想。沈瑜说：“男孩就叫黎新月吧。”重获新生，跃然欢喜。我愣了愣，再次问他：“孩子都跟我姓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沈瑜苦笑：“我有时候宁愿自己不姓沈。”出院之后，我住回了娘家，娘家别墅宽敞，还有我爸妈和月嫂帮衬，我和沈瑜都轻松很多。休息好了，也就恢复得快。在出月子的时候，无意中刷抖音刷到烧烤，我哈喇子都馋出来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大下午就央着沈瑜去外面请我吃大排档。没想到吃一半的时候，我妈突然打电话过来，说心怡不见了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瞬间空白。沈瑜也急，但说话还算利索，问报警，问监控，问孩子怎么丢的。我妈又哭又急，语无伦次。沈瑜只能安慰她别急，
我们马上去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请求帮助，中途都不知道怎么到的目的地。我爸妈和月嫂都已经在了，月嫂推着旁边的双子婴儿车，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梦想躺着2个，但实际上里面只剩下了儿子新月。那一瞬间我就崩溃了，如果我不嚷着要吃大排档，是不是就多2个人盯着孩子？是不是女儿就不会丢了？我抬手甩了自己2巴掌。沈瑜将我一把抱在怀里，她拍着我的背，让我镇定。时间越短，孩子越好找，越晚越渺茫。我不停地深呼吸，才能让自己发抖的身体冷静下来。经过警察侦查发现，有2个可疑的人，最近经常在我家别墅小区门口转悠。今天我妈和月嫂带孩子上公园，显示器看见他们也跟在后头。然后沈瑜发现那2人居然是他爸妈。很快，警察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我公公婆婆和孩子。在他们来警局的路上，派出所里2位值班警员问我待会儿接不接受调解。我气得表示，不管他们是谁，他们偷孩子就是犯罪，应该跟人贩子一样重罚。我必须要追究他们俩的法律责任。警员犹豫，看向沈瑜：“这2位是你爸妈，你要不跟你夫人再商量下？”沈瑜想了想，绝望摆手：“按我老婆说的做吧，就当给他们一个教训。”旁边有听热闹的，看向沈瑜的眼神有些变了。听老婆的话，把亲生父母送去坐牢，不管怎么都觉得有些离谱吧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忍无可忍。警察们将公婆带来了，随之传来的还有我女儿的哭声。我冲过去抱紧女儿心怡，发现她衣衫不整，尿不湿都被扯坏了，显然被公婆们动过手脚。我怒极咆哮：“你们对她做了什么？”沈瑜和我爸妈都惊得冲过来查看心怡状况。女儿小屁屁上居然有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，沈瑜也跟着怒了：“你们打她了！”沈瑜他爸看到这阵仗，瞬间怂到了他妈身后。沈瑜他妈吼回去：“打都打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呢？居然是个女娃，看着就来气。”我们顿时明白了什么。当初沈瑜以为我怀了2个女儿，买的衣服都是女款，新月和心怡都穿一样。沈瑜爸妈其实想抱走新月，结果抱走了心怡。等发现是个女孩后，气急败坏就打了我女儿1巴掌。我心里那个憋屈呀！我默默将孩子递给我妈，交代月嫂去准备奶粉。紧接着，极度冷静的我伸手1巴掌重重甩到了我婆婆脸上。婆婆往后踉跄了2步，神色十分震撼。我愤恨啮齿：“打我女儿的，还给您！”婆婆气得要抓我的脸，却被沈瑜拦住，将她往后一推：“你们闹够了！”婆婆不可置信地盯着沈瑜，你了半天，才发现自己儿子不可能再维护她1分1毫，她干脆在派出所大哭大闹：“我打人了，让警察把我抓起来！”我冷冷地说：“该被抓起来的是你们才对。”然后我告诉派出所，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我的情况予以立案。警察说，立案之后不能随意撤案，而且按照拐卖罪，刑期肯定很重。老实人公公终于怕了：“我们没有拐卖呀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孙女，我们带走培养感情，怎么是拐卖？”我冷笑：“你们下手打她的时候，有想过她们是你们的孙女吗？我记得你们当初拿着户口本威胁我，说还想让她变黑户吧？”公公如孽：“我没有这么想过，我一直认孩子的，这都是贵芬的主意。对，她的主意，孩子也是她让我抱走的，巴掌也是她打的。”婆婆听言，2只眼睛都瞪直了，好半天，她才指着公公控诉：“都是你自己害怕于根不给你养老，说什么把孙子带到乡下养，于根就会掏钱，
现在反倒来怪我。沈建平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原来又是为了钱。我看到沈瑜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湮灭，变成了死一般的灰色。我以为你们对我至少还有点感情的，哪怕你们说是想看看孩子也好。我有时候想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呢？有时候又想，幸好你们只生了我，没养我，不然我要变成什么鬼样子？沈瑜他爸脸上掠过一丝歉疚。于哥，你也知道，你弟弟没出息，我们也没本事，就只有你能依靠了呀。我们也是没办法呀。你们有2个孩子，平时又要上班，肯定很辛苦。我们愿意帮你们带一个，不是更好吗？我爸妈早就忍不住了。我妈讥讽：亲家，你当我们都死了吗？不管几个，我们都愿意带，不用你们插手。我爸终极绝杀，现在孩子都姓李，你们就别惦记了吧。沈瑜他爸惊恐：孩子姓李？我爸礼貌性笑笑，没说话。所有答案都在不言中。沈瑜爸妈这会子又变成了一家人，开始讨伐沈瑜白眼狼。娶了媳妇忘了爹妈，连孩子姓儿都改了。沈瑜浑身萦绕着浓重的疲惫气息，他懒于应付疯了似的爸妈，而是朝我投来哀伤的眼神。他呢喃着：云儿，带我回家吧。那仿佛是在向我求救，又仿佛是在以另外一种形式跟亲生父母诀别。后来经过派出所立案侦查，沈瑜爸妈未经过监护人同意，擅自抱走儿童，有拐卖之嫌，但因系儿童爷爷奶奶，又拐卖未遂，情节较轻，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。虽说时间不是很长，但对60来岁花甲老人来说，1年半就是天大的惩戒了。然后沈瑜删掉了他弟弟沈武的微信，我才得知，我生完孩子那天，沈瑜晒朋友圈，沈武还给他点了赞。当时他还抱着一丝期望，想家人还是祝福他的，所以沈武来找他为婚礼上的事儿道歉，他就心软聊了几句近况，却没想到成了爸妈来到深圳抱孩子的根源。经历这些事后，我们的家终于恢复安宁了。与原生家庭彻底断绝关系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沈瑜说，她很感谢我给她的能量。很多女孩子看到他这样的凤凰男，早吓跑了，但我这样坚持，让她看到了重生的希望。从此以后，她的勇气将用来守护我们的家庭。当然，我也有私心，孩子必须是我离家的。我就从未想过，我生的娃会冠以旁人的姓。请听下一个故事。离我和许民结婚的日子只有1星期了，婚礼的主要事宜都已准备就绪，我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了。对着镜子，我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脸，还是那么漂亮。咦，怎么额头上有一条细纹？天哪，鼻梁上还长出了一个浅浅的色斑。我要做一个完美新娘，绝不允许我的脸上有任何瑕疵。我连午饭都没心情吃了，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美容院做一套急救护理。去美容院的路上，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小桃。她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快2年了。不是说她去深圳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说不清是出于好奇还是害怕。我决定跟着她探个究竟。去美容院的事以后再说吧。我远远地跟着，看到小桃走到一家餐馆门口停下，打完电话便在门口四处张望着，似乎在等人。不到3分钟，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他满脸笑容地朝小桃小跑过去，小桃也亲热地迎上去，两人手拉着手进了餐馆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脑子都已经懵了。什么情况？许民的妹妹怎么认识小桃的？他俩居然还这么亲热，我恨不得放一个耳朵到他们包里，听听他们究竟在说什么。结婚前的兴奋已经彻底被惶恐取代，
百爪挠心的我想尽办法只做一件事，打听小桃的情况。我打了不下10个电话，七弯八绕的，终于打听到小桃半年前就回来了，在最繁华的横江路上开了一家服装定制店。难道许民的妹妹许娟是小桃的顾客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。许娟在银行工作，收入不错，平时对穿衣打扮特别讲究，做高定符合她的诉求。所以小桃有可能只是在拉拢一个长期客户，他们并不是朋友。靠着自我安慰，我惴惴不安地过了2天。许民见我心神不定，以为我是婚前紧张，便用他那双厚实的大手拍拍我的肩：“婚礼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只管把自己打扮漂亮就行了。”许民就是这么个老实人，为人宽厚，没什么心眼，也不会说甜言蜜语，而且他工作不错，家境也好，是个极好的结婚对象。我还是怕出意外，必须探个虚实，以给许娟的儿子买花童礼服为由，我拉上许民，请许娟一家吃饭。许娟穿着一件枣红色廓形大衣，款式简单，却很时尚。我一见到她就可劲儿夸：“这件大衣真好看，料子好，做工也精致，在哪儿买的？你可真会挑东西。”许娟听着受用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是定做的，去年朋友介绍的一家店，听说老板从国外回来的，做的东西确实有品味。”从许娟的话和表情，我能判断出小桃要么还不知道许娟和我的关系，要么就是留着一手没跟许娟说。是吗？这么好的店，回头也带我去看看吧。我表现出对许娟介绍的这家店很有兴趣的样子。没有问题，老板是个挺年轻的女人，我跟她已经混熟了，做衣服可以打折的。许娟一口应允。别看许民和许娟是亲兄妹，可性格完全不一样。许娟比许民外向，泼辣得多，朋友也比许民多。就在我以为小桃不会对我结婚造成威胁时，许娟接下来说的话又惊出了我一身汗。哦，对了，我那天找她定做参加你们婚礼穿的衣服，她好像很有兴趣，也想来呢。正好你们认识一下，以后就可以直接找她了。挑衅，小桃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。她肯定早就知道许娟和我的关系，处心积虑地接近她。我暗暗地捏了捏拳头，这个坏丫头还在记我的仇，看样子她不报复我是不肯罢休了。其实5、6年前，我和小桃是好朋友，我们都是兼职平面模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有点受排挤。我当时还在上大学，做这份兼职时间不长，并不了解其中内幕。看着她每次都孤零零一个人，我觉得可怜，就主动和她说话。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朋友。那是一个虚荣膨胀的圈子，大家都漂亮，不分上下，能拼的就是包包、衣服、车和身边挽着的男人。小桃说，圈子里有2个女孩的男朋友喜欢上了她，因此他们就恨上了小桃。我连话都没跟他们的男朋友说，结果人家就找上我了。这难道能怪我吗？小桃觉得特别委屈，我也替她抱不平。在那个圈子里浸淫久了，我才发现，虽然我们的收入不算低，但要供得起全身名牌，还是显得过于寒酸。所以他们都有另外的渠道，这当然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是我没有想到来得那么赤裸裸。就在我和小桃认识半年左右，我爸突发心脏病，需要高额手术费，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妈妈急得哭。我挣的钱都被我自己花光了，没存下什么，这下可急坏了我。小桃得知后，很爽快地表示她可以借钱，我感动得差点要给她跪下。要知道，我爸一直是我和妈妈的精神支柱，他若倒下，
我们的家也就垮了。我爸手术成功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小桃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我坦白地告诉她，别说男朋友，我连恋爱都没正经谈过。小桃很诧异，你简直是在浪费你爸妈给你的这张脸。过了2天，小桃提出给我介绍男朋友，绝对帅哦，她向我打包票。结果当刘荣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差点扭头就跑，哪里帅了，明明是个油腻叔叔。小桃把我拉到卫生间，你看到他那一身行头了吗？你就跑。我不明白。他接着说，他身上光一条皮带就至少2万块。你以为我说的帅是那些小鲜肉的帅？才不是，有钱就是帅，知道吗？他用食指狠狠戳了一下我的额头，不用小桃费劲撮合，我和刘荣就开始恋爱了，也就是和他在一起，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有钱真好啊！以前只敢远观的各种服装、首饰、化妆品，现在只要我喜欢，都可以收入囊中。只是这种恋爱的有效期极短，刘荣很快就对我若即若离了。小桃适时地提醒我，你找我借的钱该还了哦。我现在手头也有点紧了，可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还呀，我有点着急了。你跟我去趟医院，回来就有办法了。小桃的主意让我有些莫名其妙，她带我去的是妇产科，我怀孕了，要做个流产手术，但是我会用你的名字去做。然后你拿着怀孕的单子去找他要钱，手术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，随便你怎么说，钱到手后再拿流产的单子去和他结清。我呆住了，也真正领教了他的心计。不过小桃说，这些手段都是对付男人的，女人和女人就没必要自相残杀了，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一笔钱。我也很快学会了这个套路，当然，有些钱多还较真的男人，我不能糊弄。因此，前前后后我一共真怀孕了4次，虽然代价不小，但却满足了我不断升级的欲望。在这个虚荣与贪欲的沟壑里，我越滑越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好友江慧的邀请：“亲爱的，我下个月1号结婚，你来给我做伴娘吧。”江慧是我同学，和我一起做过模特，但她为了考研，只做了很短的时间就退出了，所以小桃也认识她。我是带着羡慕跟小桃说起江慧的。她读研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老公，2个人快结婚了，她才知道对方是富二代，在香港和美国都有好几处房产。小桃听了撇撇嘴，哼。你听他说，只怕早就打听到人家家里有钱才缠上去的。女孩之间，有时候真的挺复杂。看到好友比自己过得好，要说真心的祝福肯定有，但更多的恐怕就是酸溜溜的嫉妒。我承认这种心态我有，所以小桃这么说，我并没反驳，反而跟他八卦了江慧曾经整过容的事。作为伴娘，亲身经历了江慧唯美浪漫的婚礼后，我忽然也好想找一个爱我的人，平淡幸福的生活。小桃也参加了江慧的婚礼，是她主动要求的。善良的江慧当然同意，没料到小桃却是故意来闯祸的。她和男方的主要亲友坐在一桌，席间大谈江慧整容，说的一桌子人表情怪异，气氛尴尬。江慧整容的事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孩知道。那个女孩前年就去了美国，而且不认识小桃。那么泄密的除了我，不会再有别人。于是江慧和我绝交了。小桃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我，她却说我又不是造谣，还不能说了。哼，你不是造谣，那我也不是造谣，只是跟某个人摆事实。那时小桃正在追求一个挺正经的男人，听说是外企的中层，2人就快要确定关系了。我想办法找到了那个人的电话，
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他小桃过去的某些经历。果然，那个男人迅速断绝了和小桃的联系，而小桃也没有再和我联系。我们就这样从好友变成了仇人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小桃把仇记到了现在，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，她准备出场搅局了。我不能让她得逞，却又无计可施，百般无奈。我找许娟要了小桃现在的电话，接到我的电话，她一点也不意外。看样子你现在很幸福呢。以前的事是我错了，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只求你不要去我的婚礼，不要对他们说什么。我哀求小桃，是吗？什么条件都可以。你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呢。那这样吧，你给我10万块钱。小桃真是恶毒，我恨得牙都要咬出血了。但我还是答应了他，当天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。虽然10万元给他了，但婚礼那天我依然不安。迎宾时，我不时地四处张望，害怕他突然从某个角落冒出来。眼看着婚礼就要开始了，小桃还没出现。就在我悬着的心准备放下时，那个熟悉又可怕的身影还是出现了。小桃打扮得很美，一手拎着 LV 包包，一手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纸袋，笑吟吟地朝我们走来。如果有隐身魔法，我一定会朝他施法，让他永远消失。然而我没有魔法。小桃走到许民的面前，一边嘴里说着恭喜，一边转身把手里的纸袋递给许娟，然后附在许娟的耳边说了些什么。许娟看向我，眼神如刀般透着寒光。小桃说完，走过来拍拍我的肩，你的东西我都还给你了哦，咱们两清。而我已经知道事情无法挽回，转头看向许民，他正在和许娟说话。婚礼开始了，许民依旧过来牵住我的手走上红毯，一边走，他一边微笑着低声对我说，办完婚礼咱们就离婚。梦想破碎，我就像午夜12点后的灰姑娘，又被打回了原形。但在内心深处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如果小桃没有出现，我将度过的是充满谎言的一生，表面美满，内里却有一个永远不能挑破的脓泡。离婚证到手时，距离我结婚刚满2个月。等待离婚的那几天，我疯狂地想过用什么方式报复回来，哪怕付出一生的代价，不死不休。然而真的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却觉得永无休止的报复毫无意义。如今的我不过是一无所有，正如当初的我自己，当初识人不明，误入歧途罢了，何必沉沦一生，不思退步回头，将来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我却知道，以后的生活我无需再隐瞒，无需再伪饰。我已经为我的错误付出过代价，以后也许还要继续付出，但没关系。如果不再祈求，当然也就不会再失望。不论生活将要把哪种遭遇丢给我，我接着就是了。不过如此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